要出发前往查尔斯顿的市区，去市区走一走。查尔斯顿啊，这是当初英国在美洲的第一个殖民地啊，因为当时的英国的国王叫查理2世，所以这里才叫做，本来一开始叫做查尔斯镇，后来才逐渐变成查尔斯顿。我这边的房子外面的那个灯都是点煤气灯的，好有气氛哦。他们的灯上面是火是真的火好特殊哦。我们现在来到滨水公园啦，然后这边有滨海边。它这个滨水公园啊，就是左边滨宁码头，然后右边又有绿地。你看它这一整排的橡木跟一整排的那个椰树，可以悠闲的在这边散步啊，休息。还有很轻微的蝉鸣的声音。我们来到凤梨喷泉啦，这个就是查尔斯顿这边最有名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标。那之所以会用凤梨做造型，就是因为凤梨在当初是一个高单价跟那个代表富裕的一个象征，也是热情好客的象征。因为这边当初是一个进出口的港口，所以凤梨是属于从外面进口来的产品，很稀有。你看这个新建中的饭店，它的吊车上面还有美国国旗啊。2025年会开幕。哇，你看这个码头好漂亮。我们从码头这里啊往港口的方向看，你看这个就是萨姆特碉堡，它是用来保卫这个港口的安全的。它也是当初引起美国南北战争的开端。现在算是一个国家纪念区，然后它也是查尔斯顿一个很著名的观光景点。那应该是可以从这边的码头搭船过去，但今天我们时间不太够，我们还要去坐飞机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地过去看那个国家纪念区了。我们现在要从那个滨水公园走去彩色乌拉。就是这边最有名的 Rainbow Road。查尔斯顿啊，这里啊，因为它有良好的港湾啊，跟优越的地理位置啊，所以这边就变成出口贸易稻米啊、棉花啊、染料啊，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港口。所以这边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。北边有纽约啊、波士顿啊、费城啊。南部最大的就是查尔斯顿，就是这里的。这边就是彩虹街屋啦，你看每一栋都好可爱哦，颜色都很漂亮。因为这边曾经经过大火的吞噬，有祝融之灾，那这一排幸免于难存留下来，所以非常的有纪念性的价值。然后这边以前就是1楼都是在贩卖商品，然后2楼是屋主在住的。那现在没落再重新新建以后呢，这边房价每一栋都是200-300万美金起跳了，已经是今非昔比了。彩虹街屋啊，这里有13座色彩缤纷的房子哦。这个它代表了美国这里最长的一个乔治亚排屋群，这里好漂亮哦，它的颜色五彩缤纷，好像马卡龙一样，哇，很可爱。你看啊，这些每一间房子都紧紧的连在一起啊，这个也没有那种防火巷的概念，所以才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才会一发不可收拾啊。这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彩虹街屋。我们现在沿着海边走，走到下一个景点。我们现在几乎快要走到那个南卡罗来纳州的最南端了，这里也是美国东南方的一个海岸。这边旁边有一整排那个富豪的房子，有很多公爵啊、公主啊，
身份高贵的人都是住在这一区，这边房子都是身价非凡了。然后你看前面就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那个萨姆特要塞了，这是美国南北战争打响第一炮的地方。我们来到白点公园啦，这边真的是，你看成群的橡树，就在这个公园里面，很舒服，很凉爽。然后里面设有很多都是内战时期的纪念碑，这个就是为了纪念那个在南北战争牺牲的一些军师们的纪念碑。那里面有很多他们的名字都有刻在上面。这边有2座炮台，它后面还有一个纪念碑，我们去看看。这个雕像啊，就是像是一个胜利女神，抱着一个战士，祈祷他们胜利，维护自由。哇，这边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这些水鸟们呢，你看，这里有这3种，后面就有一只离我好近哦。哇，这个街道也是很美。州旗啊，这就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州旗。走在这个查尔斯顿的路上啊，最多的就是马车了。那个马都弄得好漂亮哦，跟我们上次在大拱门遇到的一样。啊，你看这边有一栋很有纪念性的老房子，然后就有一台马车在带游客参观。在查尔斯顿这边啊，其实到处都是老房子，这边是他们唯一登陆保存世界最多历史古房子的地方。那你看它每一个老房子都有认证哦，像这一栋是1760年建造的。哇，这里的房子每一栋都好漂亮啊，好像贵族的房子哦。哇，这一栋啊是1767年的房子。在查尔斯顿这边啊，其实有很多历史导览可以参加，像这个就是参观老房子的一个 tour， 在这边集合。我们走到这个律法4拐角啦，它就是一个街口，然后分别有4栋代表律法的一个建筑，就是分别代表天上跟地上的地方跟中央的律法都集中在这里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圣米迦勒圣公教堂。它是因为啊，就随着这里这个查尔斯顿的人口越来越多，它在那个圣斐利教堂的旧址盖了一座圣米迦勒教堂，然后它是为了要消化更多的那个信众。它最顶端啊是一个金球，还有个风向仪，它中间的时钟啊里面有8个不同音调的大钟哦。这个尖塔一直都是作为这边就是火警戒备的瞭望台的功能。每次遇到战争啊，这边也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监视警戒的地方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查尔斯顿市政厅，它里面有厕所，它的2楼会议厅啊，听说有名人画像可以免费参观。今天要到下午才开放，我们就不上去了。我们又遇到另外一台马车的导览啦，很可爱。哇，这一栋就是市政厅啦，它的后面有那个华盛顿纪念碑，我们等一下过去看看。这个就是华盛顿纪念碑啦。这边也是一个南北战争的纪念碑，后面这里，这个就是县地方法院啦。然后它刚好在整修，很可惜，不然它跟白宫的设计是同一个人哦。那当初华盛顿来这边的时候，看到这个设计，然后就把它记起来了，就找他去设计白宫。那你看，这个就是美国联邦法院跟邮局，它是最后一个盖起来的。它是采用新文艺复兴的风格。你看它的外观啊，很明显的跟其他3个有比较更复杂的那种装饰的细节。它的颜色啊，也不是纯白的外墙，它是由灰色的花岗岩所建成的。我们快要到教堂啦！我们现在来到圣约翰洗者主教的座堂。你看，它原本的教堂啊，因为大火啊就烧毁了。
但是因为经费真的不够，所以耗费了半个世纪，到1907年才有现在教堂的雏形，然后到最后顶端的中塔，一直到2010年才完工啊，真的是盖很久很久。你看它内部的装饰啊，它是用白底金边来当做主题的，然后尖勒拱顶的天花板，然后有彩绘玻璃的玫瑰窗，哇，它就是一个十足的新哥德式的建筑特色。哇，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罗马天主教堂。再过不久就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啦，你看他们就有装饰着美国国旗。这里有一栋全黄色的房子，哇，这种复古黄，好漂亮哦！这栋也是有登录在那个历史古迹名录里面的。我们接下来要去一个这里最早的房子之一，它叫做 Pink House， 粉红色的房子。然后这边它是这里少有的用石头做成的一个房子哦。就是这一栋啦，18世纪就存在的 The Pink House。那这边以前它其实是一个酒吧，那名义上是酒吧，那其实就是声色场所。这个鹅卵石啊，其实又叫做平昌石，它就是当初他们港口贸易很兴盛的时候，货船从别处来的时候，要把这些石头压在船底作为电重量用的。然后离开的时候就把石头留下来了，因为他们要载货运回去了。那所以就留下这些石头铺成的道路，蛮有特色的，很有历史的味道。这里就是黑奴市场啦。其实说到这个黑奴的历史，在查尔斯顿这边也是一段悲伤的过去。因为这边过去他们都是从西非进口黑奴来这边贩售，然后来帮他们做这些交易啊、商业活动的一个奴役。那他们是在南北战争解放黑奴之后，他们才获得解脱。那查尔斯顿也因此改头换面。我们现在到教堂街啦。查尔斯顿这边它又叫做教堂之都。因为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教堂分布在那个查尔斯小镇里面。我们今天会走很多教堂，等下就带大家去看看这里非常有历史的教堂。现在前面这个就是码头街剧院啦，它是现存美国最古老的剧院了。然后这边曾经被烧毁过，烧毁之后呢，被改建成了一个富人来这边骑马时候的一个旅馆。那后来旅馆也跟着没落了。最后，查尔斯顿政府再把它重新改造，再变回了剧院。然后从这一条街望过去啊，你看，剧院的右手边就是法国新教教堂，然后前面就是圣斐利大教堂。然后就有人笑称说，信奉神的同时也需要有娱乐。前面这栋粉红色的建筑啊，就是胡格诺派教堂。这个是为了躲避天主教迫害的法国新教徒。来到美洲的查尔斯顿落脚之后，所新建的哥德复兴式教堂。哇，我们来到圣斐利圣公会教堂啦！哇，这个是这里啊，这里是查尔斯顿这里最古老的教堂，它创立在1680年。它一开始呀是木造的房子，后来经过了飓风啊，还有火烧多次之后就毁坏了。现在是1835年重建时候的样子。它的尖塔就一直到1850年才建好哇，它的外观啊是新古典主义的建筑。你看它的教堂入口啊有3面的门廊，然后分别是用4根古罗马柱式的托斯坎柱来装饰的。你看教堂对面的这些墓园啊，可不是一般人就可以随便长眠在这里的哦。这边安葬的啊，都是查尔斯顿的古老名门的成员，要不然就是对查尔斯顿这里啊极有贡献的人，才有机会长眠在这里。我们到查尔斯顿市集啦，这边也是历史地标，我们要进去啦，走。
这个就是查尔斯顿市集。这边就是查尔斯顿市集啦，哇，里面有琳琅满目的东西。我们等下进去看看，顺便做个休息。我们就要在这边做 ending 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最有名的那个古拉人的手工草编篮。啊，这古拉人的草编篮，他们都是现场手编哦。他的现场可以手编，很厉害。我们现在到海关大楼啦，以前旧的海关大楼，它现在已经废弃了。不过哇，好壮观哦！就当我们满足地踏上归途，准备驱车前往机场时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们竟然碰到了此生第一次飞机被临时取消的窘况。美国航空大 delay， 全部的飞机都有新的时间出来。之前已经 cancel 过一波飞机了，现在剩下的飞机全部的时间都大 delay。我们的班机啊，从本来的一直 delay， 到现在凌晨1点半，他竟然直接宣布取消，太夸张了！你看排队要等着改票的人，已经排到天边去了。我人生第一次遇到飞机被临时取消，就在美国的夏洛特国际机场。第一次因为班机 delay， 要在机场睡觉，要到明天才可以搭机回亚利桑那。你看，美国航空因为空服员罢工，所以很多班机都取消了，很多人都今天晚上要睡机场，我们也要睡机场。